他们说现在要给我竞赛泡泡，害怕，我现在跪下给你们道歉吧。张哥别送了，张哥，感谢张哥的600个火箭，张哥别送了，你们还在打比赛呢，张哥你们比赛，加油！我们能不能把光借给IG兄弟们，快点！感谢老板，感谢老板，谢谢张哥的600个火箭，哎呦，不是别送了。2025年 S15 全球总决赛将在中国成都举办。作为还未主场夺过冠的 LPL 而言，今年绝对是很重要的一年。虽然有着刚被 Faker 打晕的惨痛记忆，但对于许多 LPL 队伍而言，主场冠军还是值得他们卯足了劲带来一年的。所以只看这种配置，今年还真是近年来最有看点的一年。电竞热的衰退让大量的明星选手开始进入抱团期，对头部队伍的配置都是相当豪华的。再加上 Doinb、The Shy 这类自带流量的明星选手回归，加上新赛制的调整，让场内场外现在不但充满了逆袭的机会，也充满了火药味儿。虽然不好说什么最有希望的一年，但起码在观赛看点上有 IG、滔博这样的队伍，那节目效果是少不了的。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起码现在还有能吵起来的空间，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儿吧。诺克萨斯版本嘛，主打的就是要战斗爽，而 LCK 和 LPL 情况类似，也是新增了不少看点和 beef。如果说去年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歼击打 T1，那对于 T1 粉丝来讲，今年 T1 的对手就多一个韩华了，因为宙斯离队时闹得并不愉快，两者反正是结下了。但电竞的事情终究还是要靠成绩来决定话语权的。对 T1 打韩华，应该会是明年我最期待的 LCK 焦点战。那 DK、Burial 重新链接，歼击接回赤地，也让 LCK 的上游圈队伍多了不少期待。所以本期我就来跟大家通过对年前2大赛区第一赛段的表现，对 LPL 和 LCK 那些值得期待的队伍进行一个人员的介绍和分析，方便这段时间没有时间关注比赛和转会期的朋友也能快速的跟上新年的赛事情况。大家也别嫌内容基础啊，毕竟那天刷视频我还看到了这类评论，所以我认为基础内容还是有必要做的。观众年纪上来了，不可能时时刻刻关注比赛，这非常正常。那我也希望我能够成为大家的观赛好帮手。那么我们就从 LPL 目前流量最大的 IG 开始聊起，全神班还是全神人班，这是一个问题。IG 今年进行了重组，引入了新的大股东和投资方，在转会期掀起了流量狂潮。S8 的冠军中上加 S11 的冠军野辅，再加双 MSI、FMVP 在手的 Gala。在教练方面 ，IG 也不省，直接顶级教练丹尼给搞来了。咱先不讨论选手打法适配与否，我就问你这配置贵不贵，豪华不豪华吧？甚至新 IG 还专门为选手开了个亮相仪式，怎么跟你形容呢？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能这样造势的队伍，在现在这个联盟环境下，也确实不多见了。而一开始的德威表现也算是勉强让人满意吧，起码虐菜不丑。小组赛直接3-0出线，而且还把 RNG 刷了个速通。虽然现在这支 RNG 没什么画面，但以一个接近1557的成绩亮相，把大家的美好回忆勾起，也挺好呀。只是后面的淘汰赛表现让大家明白了，好像回忆它不只有美好啊。我个人的角度 ，IG 这个队伍要面临的问题并不少，展现在游戏内容内就是这个队伍前中期是缺乏主攻点的。每个冠军选手他都有自己的路径依赖。杰杰和 Mako 这对野辅在夺冠那年主打的其实是防守和运营 ，S11 EDG 最擅长的也是对线期防守发育，我等 C 位成型打大团。而 Rookie 与 Scott 是完全不同的中路类型 ，Rookie 擅长的游戏节奏是我先赢线，然后再辐射队友，在中期会用更多的时间去抓机会去滚节奏。而不是像 Scott 那样发育接管后期团战。简单讲就是杰杰更擅长于少对抗多运营，他去打那种该打的架，而 Rookie 擅长的是多对抗少运营，用对抗逼迫对手出现不想打的架。所以杰杰和 Rookie 它不是一插即用的中野组合，是需要时间去适配的。而 The Shy 虽然可以作为队伍的前期进攻点，但问题是这个版本有换线啊，他那套单人线突破很容易被规避。那 Gala 就更不用说了，他无论是 RNG 还是 LNG 都很少承担队伍的前期进攻职责。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 IG 的配置当然是不错的，但很吃教练调教，也需要选手付出更多的时间做队伍磨合。 Rookie 和 The Shy 的长板在于对线，在于小规模碰撞，3v3、2v2 这种小团
更能发挥他们操作的风格，而杰杰和 Mako 更善于策划55大团，更擅长于慢炖式的游戏节奏。所以我们乐观来讲啊，如果 IG 能把大伙儿的优势都发挥出来，选手打出上限，那么队伍能打的体系会极其丰富。但悲观来讲，大家年纪也不小了，巅峰期还剩几盒啊，不好说。按去年的表现来推测现在竞技状态的话，那The赛去年是休息 ，Rookie 卡在冒泡赛，下路双人组虽然进了世界赛，但也就双8强，而且8强打的也确实不好，而打野那更是来自涅槃了，坐1整年牢了。所以你硬要帮他们去贷款冠军，我觉得有点不太理智吧。不是我扫兴，只是我真觉得他们不应该那么早背负这么高的预期。不过也没办法，这几个人的 ID 就是自带流量和期望的。相比他们第一赛段首秀的对手 NIP， 虽然靠着 Doinb 的加入也有了一些关注和热度，但肯定没有 IG 那么让人期待嘛。Leaf 比起过去的 Fortic 可能更敢打输出，但稳定性一直是受诟病的。而 PPGuard 属于那种指挥不能说没亮点，但有时确实会让人忍俊不禁的类型，尤其是几次关键局的昏头发挥，难免让人觉得上限就卡在那儿了。山鸡和阿 K 大家很熟，他们啥情况更不用赘述。那 B 哥的加入，我认为最直接的提升还是在给队伍稳定的提供了终结比赛的指挥能力与 DP 的多样性。Doinb 他不是一个善于给队伍创造优势的选手，但他在优势后带队终结比赛的能力极强。只是 B 哥本身老头杯的发挥，让大家对他能否顶住职业强度保持怀疑。对第一场的表现，对 IG 和 NIP 那都是一次很好的摸底测验，也为我们观众贡献了最近2年热度最高的一场常规赛。那最终是 IG 的答卷一塌糊涂，而更不被大众看好的 NIP 最终是3-1拿下了焦点之战。不被看好的以下课上，也让这段时间备受质疑的 Doinb 能够长舒一口气啦。其实是想对不看好我们的人说，跪下。这场失败其实打破了挺多人对新 IG 的期待，毕竟你说打不过 BLG 滔博，打个休息2年的主播加中游配置的队伍，怎么也该手拿把掐吧。甚至在某些主播眼里 IG 3-0横扫 NIP 仿佛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但我还是希望和大家分享一点，那就是实力是动态的呀。大家当然可以按选手历史最高战绩去给出自己的预期，但比赛本身是真实且残酷的，唯一代表选手实力的只有当下的游戏内容，不然都提当年勇，那大伙的实力得通货膨胀到难以讨论的地步了呀。怎么都是你什么冠军我怎么聊，所以降低预期，理性讨论。今年的 IG 不应该上来就把目标放在冠军上，而是先成为一支有竞争力的队伍。实际上这个 BO5 我只看到了 IG 的弱点，而没有看到 IG 的优点。首先下路对线就没打过，第一局虽然 IG 是赢了，但 Gala 和 Mako 在对线上就被线杀了2次，这是绝对不应该的。而 The Shy 休息了1年，面对24年死灰复燃的换线战术，赛哥的表现我只能说确实很新兵啊。而更让人担心的还是 Rookie， 其实操作方面的失误我倒是觉得还好，我更在意的是他的习惯依旧还是老打法。第一局有一波我觉得挺能说明问题的，就17分钟峡谷准备刷新，而 Rookie 有 TP 继续在边带压线。此时可以看到 IG 给 Rookie 在下路三角草的防守视野还有河道蟹都已经消失了。可以讲你作为一个短腿的维克多其实是不应该继续前压了。而 Doinb 呢也知道 IG 在边线他的视野不防的，所以他先排掉了河道针眼，随后等三角草的视野时间到后，他选择了从河道绕，想利用阿卡丽的机制去抓一波 Rookie 的单杀。当然最后的结局是 NIP 血亏了。我们从操作的角度当然可以讲，哎呀 Doinb 这波太臭了，技能空完了，尤其是这个空 Q，但操作归操作，这波节奏本身是对的。在整体角度，河道视野一掉 ，Rookie 就不该继续压线了。那万一 NIP 不选择接峡谷，而是来控龙顺势抓下，那 Rookie 这波就更危险呀。后续的结果是阿卡丽没大，维克多反推掉了下路伊塔，然后 IG 在峡谷团用一波很漂亮的团战，直接将局势反转。但对于 NIP 来讲，Doinb 的这波尝试虽然结果不好，甚至导致了后续的一些雪球效应，比如塔前给维克多刷出了关键的护臂，但这类操作上的问题，在 BO5 来讲其实没那么重要，就像在篮球里空位的3分你没丢进去一样。常规赛我更看重的是比赛的过程，队伍打的游戏内容，而非结果。在这点上 NIP 就是比 IG 更值得夸奖，不是说因为他们赢下了游戏，而是他们队伍起码在找适合他们队伍的路，且已经有了效果。肉杰斯摇摆，盲僧摇摆，这些威胁是独属于 NIP 的。而 IG 它的威胁是什么呢？抱歉啊，我没看出来。哪怕是赢了第一局，我也只能说一句 IG 的操作挺好的，然后这个版本的老黑真赖。何况这个挺好又没有好到特别好的程度。相比 Doinb 的价值在 NIP 是得到发挥的，像山鸡、阿 K、PPGuard 这3个曾经的 OMG 选手，包括能 C 能送的Leaf，他们这类中游偏上的选手，最大的问题其实是长板不稳定，但短板面对强敌很容易漏嘛。所以在上帝视角经常就能看到他们犯病，放到队伍里就是不懂怎么赢游戏。而 Doinb 这样能够做全局指挥的选手，他能极大的拉高队友的下限。所以 NIP 他有失误吗？有问题吗？当然也有啊。Leaf 中路经典2连死，是不是 Leaf 的老毛病？但他的问题很快的被团队的节奏给掩盖掉了，证明适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门槛已经跨过去了。你至于讲什么队伍后面的上限，我觉得你摸到再说吧。
再强调一遍，现在只是第一赛段的刚开赛，大家都是从零开始冲分。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现在不想去聊过多的 BP。第一是我自己也没太弄明白全局 BP 的核心关键，第二是我认为现阶段聊 BP 真没意义。你硬要去怪 BP， 当然也可以去怪，但输一局 BP 会让你输掉一个 BO1，但不会输掉 BO5。IG 现在要解决的是内部并没有想清楚队伍的主体在哪，还是拿前面第一局为例嘛。如果队伍是以冰岛野辅为主轴，那 Rookie 在视野消失后就不该继续压线了，而是缩回去打钱。如果是以仁川中上为主，那就应该有人去护一下，给 Rookie 一个回城补给的窗口，资源可以不用急着落位，我保你 C 位的发挥空间。A 还是 B， IG 没有选。现在的情况就是各打各的呀，全凭本能和操作，看不出章法，那队伍自然没法给个人的失误去兜底。最后就是临场的操作越打越变形。相比 NIP 虽然也有瑕疵，但大家起码能感受到 NIP 打的有章法。章法这个东西你是不是最好的不好说，但有就是比没有好。不过对于 IG 来讲，短期的失败并不是坏事儿，问题解决的越早，对后面越重要。真正的重点还是能不能进 S 赛的问题。只是一场常规赛就有这么多爆点，其实挺出乎我意料的，也说明了确实经济下行，大伙也不装了，为了流量直接撕破脸干就完事儿了。IG 背后呢是虎牙，而 Doinb 是斗鱼主播，大家各有各的立场，但谁能吃口流量还是得看赛场的结果嘛。电子竞技终究还是结果说话呀，我觉得挺好。IG 这么一输，甚至后面打 RNG 都值得期待起来了。这就是 IG 啊，能忍住不看不聊都是神人呐。我自己一聊，你看也忍不住聊这么多了，只能说希望 IG 能够调整过来吧，毕竟都是大伙的青春回忆啊，肯定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打出自己的风采的，降低预期，多给的时间，脚踏实地的把第三段的游戏内容练好。而对于Doinb，这次他证明了他还有油，他还能战。对主播Doinb呢，我不好评价，但对于职业选手Doinb，我只能说欢迎回来。去年称霸了LPL一整年的 BLG， 反而今年的人员变动很小，大伙都想再冲一年，好事儿。唯一的离开就是打野勋了。那有威的 BLG 是什么情况？去年大家也看到了 ，BLG 在转会期比较大的动作就是被诟病已久的教练位补强了。他们把国产教练荣誉天花板茂凯给拉了进来，因为去年 BLG 很大一部分问题还是在于队伍的纪律性确实不太强，而茂凯这个来自 EDG 的教练主打的就是纪律性，配合上威本身的指挥理解，我认为25 BLG 应该不会像24年那样给粉丝太多血压时刻。但我个人的私心还是挺希望看 BLG 几个选手搞一搞的，让茂凯红温红温的。EDG 系的教练特有的红温其实真挺有意思的。为什么？为什么不利用大龙打架？为什么一定要抓大龙？那同组里BLG目前肯定没有什么压力嘛，主要还是看后面淘汰赛的发挥吧。这个队伍大家太熟悉了，我反而不知道怎么说，只能说希望今年能多打点外战，弥补下他们去年的遗憾。相比BLG，微博的人员变动虽大，但由于3C 不换，所以队伍的基调也没有什么改变。野辅从之前的 Tarzan 加刘青松变成了天加航，而教练则从丹尼换成了曾经带过 EDG 和 ROX 的 Nofi。总感觉微博变了又没变，可能会有一些英雄池上的差异，但我感觉队伍的区别还真不是特别大。Nofi 这个教练，我对他的印象是他非常偏好于进攻的阵容，甚至会为了进攻主导权走极端。当年 EDG 那个卢三桂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啊。但对于微博这个配置偏稳定的队伍来讲，增加一些这种进攻性未尝不是好事。从第一赛段的比赛来看，微博的运营能力是没有下降的，在创造变数上，可能微博不会像前2年那么多节目效果了，但在选手水平没有太大波动的情况下，微博现在配置应该还在上游队伍这个水准。就第一天我看他们打 ONG， 我说实话我都没注意到人变了，只能讲目前的强度在定位类似的情况下，我还看不出差异。等后面淘汰赛强度上来了，我们再看看小虎和天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化学反应。AL 呢，今年算是稳步前进、闷声发财的黑马代表了。虽然说队伍的声量不大，但赛季初能拿到德杯冠军，让大家一下子发现 AL 好像还真组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班底哦。AL 去年年初打过一阵不错的常规赛，但后劲不足，就选择了引入他比。而今年呢，上单从阿乐变成了圣枪哥，可能在开始会有朋友觉得这是削弱，毕竟圣枪哥的年纪不小了。但在看了圣枪哥发的出道10周年微博，我突然就有种预感，他今年可能会发挥出堪比 S11的这么一个状态。去年1年圣枪哥在京东发挥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很超预期，毕竟他也是休息了1年再打呀。但他依旧发挥的足够出色，所以今年我就不会再以一个老将的心态看他了。尤其是他比对于这种英雄池深的选手啊，是很敢于去发挥的。所以我认为圣枪哥反而今年的发挥空间比去年还要大。尤其版本现在的上单，大部分时候还是要处于一个换线抗压的情况。那圣枪哥这样的选手，肯定比阿乐要值得信任。AL 没有阿乐有这么强吗？阿乐在这个队，他们就不可能一波不送。没有阿乐，绝对是史诗级加强。而打野从 Croco 换成 Tarzan， 这时候转会我认为也是不错的。Croco 虽然不错，但 Tarzan 是他的上位替代品。
去年夏季赛他拿了15个 MVP， 微博有段时间就纯靠劳赞撑啊。最后世界赛他也打回了不少风评，劳赞的英雄池也很匹配圣枪哥，这两个人都有能玩出花的潜质，并且很有经验。对于稳定性很差的 AL 来说是很棒的引援。去年 AL 很多时候就吃在3C 的稳定性上，不管是阿乐、香克斯还是 Hope， 总有人掉链子嘛。双 C 虽然在名气上和顶级选手有差距，但风格其实已经定下来了。Hope 是很标准的团战 AD， 积分王他拿积分的能力确实夸张啊。我认为 Hope 和佩子其实很类似，在一个好的团队下是能够稳定兜底的。而香克斯我认为个人能力也绝对 OK， 但香克斯心态有问题，尤其是这个人在被打懵后啊，恢复正常的这个 CD 要太久了，他一懵就很容易直接全懵掉，然后一优势也容易嗨过头。而有圣枪哥和他仔来协调这个问题，应该能够解决一些。Kill 这个选手我印象也还蛮好的，去年我就夸过他的开团嘛，他的应付开团是有点 delight 味道的。从过往来看这个配置，那 AL 在目前的 LPL 肯定算不上最顶，但你要考虑到选手的进步啊，有劳赞、圣枪哥这样的选手去带，反而很容易出成绩。目前第一赛段的比赛他们打的也非常扎实，就赢得很有章法。像输给滔博的那一小局，输的方式其实在我的角度也完全能够接受，可以说和 NIP 一样是比较轻松的就跨过了第一个坎。相比 AL， 滔博今年的引援就声势浩大很多。虽然滔博哥每年成绩都不算很理想，但哥哥和郭浩这两大魅魔，祖籍像在女儿国，每年都能吸引来不少的明星选手。今年啊，不光留住了369，还招来了卡纳比、红米和刘青松。这样一看，配置就很有说法了。可看过去年纪录片的观众都应该记得，其实去年滔博队内的问题还是挺大的。小奶油毕竟是个年轻中路，如何更好的和队伍沟通，这个职业道路上必学的课，他还是要花时间去学的。那今年留下奶油，换了更偏核心打法的卡纳比，其实是挺有风险的。卡纳比这个选手在出成绩的时期，往往是队友以他为中心进行游戏，甚至左手这种级别的中路在卡纳比旁边都得经常当绿叶啊。当然，只要能赢游戏，这种肯定都是相互成就的事情。卡纳比杀起来也确实能杀，优势上嘴脸的能力无出其右。但小奶油无论是 OMG 时期还是去年的滔博，其实在帮队友这个事情上都不是很有经验。而红米这个教练在上野调教上我认为很 OK， 但对于中路我保持怀疑态度。而且第一赛段的全局 BP 对于红米这种偏好4平8稳的 BP 风格来讲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滔博今年虽然名气很大，但遇到的挑战不会小，中野风格的适配问题，辅助游走哥哥能不能稳住的问题。目前来看，短期内最好的办法还是69和卡纳比的永烈双子合体，但说实话，这个版本打也很难打野合啊，所以短期内的阵痛是肯定会在的。当然，度过阵痛期，阵容的想象力还是有。我倒不是说那个绝境 UD 大杯德莱文小炮这种想象力啊，而是大家如果能够打得好的话，能玩的体系还是会很多的。哥哥虽然当不了大核心，但卡纳比、小奶油都可以当大哥，就没有去年压力全压在小奶油身上那么累。对滔博和 IG 一样，是需要长期观察的队伍。只是德杯输给 AL， 第一赛段又输给 AL， 然后还和 IG 一样，都是1-3输的，然后赢的1分也是靠一点老黑强度的，然后最后一把也不约而同的选择黄鸡的，所以这两队还是蛮有缘分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想给滔博粉丝打打气，今年路还长，我们一起相信。最后聊聊京东和 LNG， 这两队都是被拆了核心选手的，那属于是消费降级了。LNG 现在是除了打野微微和上路紫卡全走完了，新加的是 Fortic 加卓，还有海超这样的 C 位。怎么说呢，属于不菜吧，但这种想象力确实不太高，只能把定位放在一个强队试金石这么一个定位。前年放走劳赞，去年放走 Scott， 我只能说管理层的理解太臭了。相比京东花的功夫多一些，他们也是舰队核心全散的这么一个重建期，除了 Missing 外全走了。但今年京东是拿了前年兼级的 AD 配置，然后把 Scott 也收了，双 C 的配置很可观，然后又引入了阿乐和勋。这样的阵容虽然达不到银河战舰那么夸张，但绝对算一流配置。教练也是很有名气的 CV Max。从短期来看，京东要解决的问题肯定不少啊。Missing 去年一整年的状态下滑的很厉害，他和佩子的下路强度如何呢？这还是要看看。而 Scott 和勋其实和杰杰加 Rookie 一样，他们不是那种即插即用的类型。Scott 你不管他场外舆论如何，本身他的打法是足够全能的，但核心还是自己来 C。而勋虽然职业生涯不断的练习工具人打野、节奏打野，但他的底色也还是偏核心的。尤其是勋啊，他很容易去带队友的节奏，两个人都能 C， 那怎么权衡这个比重就要看教练了。哦，还有阿乐这个定时炸弹选手。从长期来看，京东队伍的配置上限是可以期待的，只是需要解决问题。而考虑到队伍的缺点，他们隐藏的下限也挺值得期待的。毕竟 CV Max 懂得都懂。京东作为 S15 第一个打出战歌的队伍，会有朋友觉得和 OMG 这种配置打满，所以京东没有未来。但我觉得真还好 ，OMG 真没大家想的那么菜。给这种还处在重建期的队伍一些时间吧，这支京东说不定会给大伙惊喜呢。别急，比赛才刚开始。
今年 LCK 转会期最爆的新闻当属宙斯投奔韩华了。作为去年 LCK 的1号种子，8强就被抬走的韩华，今年很果断的把上单位的多兰甩掉，费尽心思引入了宙斯，除了上单外，其余人员就没啥变动了。去年如果我们抛开 T1， 韩华其实属于略逊于歼几的小银河战舰，可随着宙斯的加入，韩华的整个阵容配置就来到了比较夸张的程度，绝对算是全明星阵容了。那揭幕战打歼几的第一个镜头，也贡献了韩华宙斯的第一个名场面。但全明星阵容，我认为遇到的问题会和 IG 很像。简单讲，队伍的主攻点有些不明确。去年韩华的配置不差，但总感觉差点味道，有点太数值怪的队伍了。队伍层面，其实他只吃小花生一个人的发挥，就队伍的风格有点看不清吧。引进宙斯应该是想增加上路的进攻性，但这个版本上单他很难打出像样的进攻性。而 Z 卡虽然也是冠军中单，但他更偏打手。说白了，韩华这个队伍打手太多了，所以就特别吃小花生的状态。小花生熄火，队伍就进入到了 C 位数值硬吃的数值怪环节。队伍的节奏其实是比较少甚至单一的，而提升配置后的第一场硬仗也被新歼几以2-0横扫了。好在后续面对稍弱的 KT 和农心，韩华都顺利拿了下来，目前依旧是排在组内的头部，数值在这摆着呢。可面对强队的表现，我认为这支韩华还需要多思考。相比于韩华的小提升，T1 现在就挺尴尬的，配置是略有下降。宙斯换多兰，你不管再怎么喜欢 T1 这个招牌，不管再怎么用内战换神去夸多兰，但宙斯的离去就是对 T1 极大的削弱。因为宙斯毕竟是队伍里优先级比较高的 C 位点，除了某些版本，大部分情况下 T1 都会让宙斯打得很舒服。而过去这样的打法体系，在宙斯走后，你自然需要重构啊。当然，大家也知道不能苛求篮子，毕竟他也是救火先生。但现在对于 T1 来讲，就是一个阵痛期，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打法结构去支撑他们后续的赛程。所以揭幕战上打 DK 上来就首败，虽然有些意外，但也不算太意外。对于刚加入的冠军新粉来说有点难顶，但老粉已经习惯。那作为 LPL 的观众，我更是只能讲，飞哥别想骗我啊，这次不可能再跟你打窝。但话又说回头，T1 选择重构的这个动作挺让我震惊的。毕竟，即便你换了多兰 ，T1 也依旧是强队行列啊。但 T1 最新一场面对 KT 的比赛，他们就选择把2冠 AD 放到了饮水机，换了2队的新 AD Smash。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古马 UC 生病了，结果并没有啊，甚至还在赛后发文表示自己挺难过的，言辞上是尊重祝福的样子，但看得出挺委屈。只能说都怪鸡蛋理论啊，说这种大实话，结果不就是不被人当盘菜吗？当然也就 T1 敢这样了。我说真的，第一次见这种刚拿完冠军，打了才没几场就被这样换下去的。但赛后 Koma 表示是想多试下新的组合阵容，为未来做准备，但我觉得手法有点不太妥啊。虽然 T1 才输给 DK， 但他又不是说连败了顶不住了，这还没打几场就被换下去。虽然 Smash 打的确实也不错，可能真的未来可期，但这样处理我认为真的有点太急了。游戏水平的波动可以调整，甚至英雄池也可以练，但这样的轮换对于选手心情的伤害那是实打实的呀。当然有 Faker 坐镇的 T1， 你不管怎么整活比赛，肯定还是要狠狠看的。那 T1 这手轮换到底是好是坏，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那歼几今年的变动也挺大的，下路磨合了很久的搭档佩子和 Lehens 离开了队伍，取而代之的是 Ruler 和 Duro。三星的齿地在兜兜转转后，也终于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齿子憋久了吧？而且他和 Chelvy 2个人啊，一签就是3年，应该是准备在歼几养老了。齿地的实力当然是毋庸置疑的，稳定高效可以说是齿地最大的竞争力。但今年歼几的阵容相比去年来讲，算不算补强还真不好说。佩子和 Lehens 已经磨合很久了，发挥也并不差。Lehens 还是 MSI 的 FMVP 呢，虽然世界赛有点烂哦，但在歼几这个战术体系下，P 子和 Lehens 的性价比肯定是很不错的。那齿地回来，那自然留给辅助的薪资空间就很小了。对辅助位最终是引入了 Duro， 这个选手我不太熟，查了下，02年的，在 LCK 次级联赛打拼了2年，去年夏天才通过 Fox 进入到了 LCK， 打了一个夏天，表现还行吧，但天赋上肯定没有 K 博士那样未来可期的程度。对总体来看，歼几的配置下限会比去年更低一些，就看齿地能不能带好新人了。而新歼几在目前的比赛发挥也确实不太稳定，去年歼几他吃下游的队伍是一点压力没有的，甚至什么德莱文中单都能随便整，不知道是不是 Ruler 在 LPL 打架细胞带过去了，感觉歼几比去年要激进很多，那破绽自然也多了。既能够2-0横扫韩华，也能被联盟中下游的 BRO 爆冷。虽然也可以讲 BRO 打的确实不错，但歼几也确实给机会啊。而且我感觉金珠和红米一样，打新的这个全局 BP 应该会很不适应的，因为他们更善于在一套逻辑里反复去吃分，所以打 BRO 输的2把，那 BP 还真的是纯纯一坨。
第一把放版本 OP 的老黑，然后组了一个完全打不了老黑的阵容，给摩根纯爽。第二把更是一个 Pork 流维鲁斯配露露啊，确实有点不太好评价呀。所以现在这个歼击也是问题多多，后面淘汰赛碰到 T1 还真不一定能够复刻之前联赛统治的画面。最后聊聊 DK 吧，好消息啊！今年 DK 终于不再是留给许秀一人一城了，终于不用坑与 C 都只能刷许哥牛逼了。许哥牛逼，哎呦许哥牛逼，哎呦许哥牛逼！曾经 DK 的功勋辅助 Burial 回到了 DK 的怀抱，这也是原神哥自己说最后一舞了。那今年 DK 的竞争力肯定是有的。有一说一啊，去年 DK 虽然是以3号种子进的世界赛，但实际上 DK 完全卡在了上线这里，也是 LCK 唯一一支瑞士轮就出局的队伍。而 DK 的失败很大程度就是出在队伍缺乏脑子上。之前的辅助 Moham 和科林不能说神鬼莫测，只能说两人都是神人本色。从 DK 俱乐部角度，他们建队思路其实没问题，保留队伍核心流量兼对魂许秀，然后抬新人嘛，找高性价比选手。而今年的决策就延续了聪明的路子，我缺指挥，那 Burial 去年那么糟糕的一年，价格不会太高，拿来配去年稳定 C 的 Aiming 很好。而世界赛逆天发挥的 Kingdom 直接再见。打野 Lucy 的虽然世界赛发挥同样是一坨，但小将够年轻啊，而且联赛本身也足够 OK。他夏季赛的 MVP 数量仅次于三叔小花生和欧神，那就很有性价比啊。对打野流换上路。那上单的空缺 ，DK 是抬了自家2队的小将 C5 上来，这个决策也很不错，因为 DK 还引入了可汗来作为战队顾问，他有老人带啊，队伍里有指挥有大哥，只要新上单有潜力，那 DK 能爆发的冲击力并不差。虽然我们大伙都老说，打比赛肯定目标是冠军，但 DK 是明显内心很清楚他们的定位和追求的。DK 其实是有点像 LCK 那边 AL 的定位，而这个新的上单小将啊，年轻到大伙都不敢信，是07年11月的，也是整个 LCK 所有一线选手中最年轻的，今年刚满17岁。而他的潜力如何呢？我列组数据吧。他是去年 LCK 次级联赛的第1上单，同时是单杀王，在24年春夏2个赛季就打出了79个单杀，各种数据都位列 LCK CL 的上单第一，是极具侵略性的进攻型上单。初登场的小将是没有任何怯场，加上后续可汗的调教，这支 DK 我觉得还真挺未来可期的。而许哥最近也好了起来，不光做了个近视手术，把萌萌的小眼睛摘掉了，Burial 回归，这哥俩的火也开始越来越花，什么泽拉斯啊、时光老头啊，甚至万豪中单都拿出来了。原神哥也是蜘蛛、潘森各种另类辅助，再加上 DK 现在打得很凶悍，所以现在 DK 的比赛还真的怪好看的。我只能说回来了，都回来了，期待许哥和 Burial 携手 Make DK Great Again。那本期内容就这么多，但去年我们 LPL 联赛颗粒无收啊，很伤大伙的士气。但今年其实无论是 LPL 头部还是 LCK 头部，队伍的配置都很不错，基本都是熟悉的面孔在抱团，而且今年换了新赛制，外战也更多了。对于我们核心的赛事观众来讲，今年或许是最好看的一年，所以期待新年后各个赛区的表现。那我是袁某人，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2025，希望和各位观众一起心想事成。那我们明年见，拜拜。Story.